上神，小五可在？姑姑，她不是说去十里桃林了吗？上神没见到她。小五昨夜确实住在了十里桃林，可今日晨起却不见他的踪影。他可回来了？并没有，不过折颜上神在此处。折颜？对，他从天宫回来了。不错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么好的兴致，会来小五的狐狸洞呢？你怎么在此处啊？我刚从天宫回来。是啊，我只惦记着小五去了何处，却忘记你去天宫替他退婚了。来，让我跟你说说他的婚事。这婚事可退了？与二皇子桑吉的婚退了，但与天族的婚约还在。哎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待我慢慢讲给你听。帝君，他是震动了吗？你为何在此处？我是跟着我姑姑来到这儿的。姑姑，就是那位从不露面的青丘白浅。对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我记得昨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昨晚了。我睡之前看见我姑姑离开十里桃林，所以我就跟着她到这儿来了。莫非你姑姑和昆仑虚有什么渊源？没有啊，我从来都没有听姑姑提起过。这个可是你姑姑留给你的。不错，是我姑姑留下的。你可知道这上面记载着什么？我姑姑说，上面记载着一个术法。不错，它记载着上古神器东皇钟如何封印元神的术法。东皇钟，那不是可以毁天灭地的法器吗？不错。那不是在7万年前，就在弱水河畔，害得墨渊上神魂飞魄散的法器吗？不错。墨渊就是用这术法封印了擎苍。看来你姑姑和昆仑虚确实大有渊源。怎么可能？我姑姑出生之后从来没有离开过青丘。真的？真的。帝君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你究竟要跟我到何时？我说过要报恩的。我要你报恩了吗？折颜说，欠别人的就一定要还，如果不在这儿还，就到别处还。所以凤九仔细考虑了一下，我还是主动先报恩比较好，这样我还可以选择如何报恩。那，你打算如何还？凤九还没有考虑好。自墨渊走后，这昆仑虚还从未如此热闹过。东华帝君，你来这昆仑虚做什么？我只是路过，顺便进来看一看。如今已是人去楼空，再无当年盛况。帝君，方才我得一悟，本帝君才明白，那东皇钟封印并不能长久。此事可要立刻奏禀天君，找寻个对策。何时会解封？就是今日解封。今日？那封印的术法，7万年便会解除。7万年？那今日在弱水河畔出现一位姑娘，应该就是知道封印即将解除，去封印擎苍的。7万年，封印会解除的事，帝君都不知道，这四海八荒的，还有谁会算出此事？并非是算出的，而是这位姑娘早就知道会有此事，却未告诉任何人，恐怕是早就做好了打算，要独自与擎苍一战，不牵连任何人。
越听帝君这么说，我越是钦佩这位姑娘了。敢问帝君，此人是谁？十有八九，应该就是这位小殿下的姑姑。我姑姑。小仙还未请教，这位小殿下是？在下青丘白凤九。是胡帝的孙女，凤九小殿下。正是在下。那，你姑姑就是青丘白浅喽？不错啊，我姑姑就是白浅。那岂不就是太子殿下的正妃？什么正妃啊？我姑姑不是要嫁给二皇子吗？怎么变成太子了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那就长话短说啊。好，那就要从你姑姑洞中那只小巴蛇说起。小巴蛇？你说绍兴吗？不错，就是绍兴。绍兴他……帝君为何猜是青丘白浅？你手上的那个册子，是昨夜白浅留给这位小殿下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敦煌中的封印术法。你觉得是不是太巧了？是太过于巧合了。不过小仙有一个疑问：传闻中白浅自出生后就从未离开过青丘半步，他是如何知道墨渊上神的独门术法？这也是本君所疑惑的。况且传授这种独门术法，通常都是师徒关系。墨渊上神好像一向不收女弟子。小殿下，你可知道什么内情？我姑姑和昆仑虚没有半点关系。哦，那就奇怪了。这个疑问，恐怕只有等到墨渊死而复生，才会有人给我们答案。或者，等夜华娶了白浅，你可以亲自问问他。帝君说笑了，青丘那位白浅姑姑辈分太高，小仙可不敢随便开口。哎，这位星君，你勾起了我想听故事的欲望，你要负责将此事讲清楚。讲完之后，你要帮助我完成对帝君的报恩。报恩？没错。啊，快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姑姑为什么要嫁给太子啊？还有，你们刚才讲我姑姑封印敦煌钟的事情，我听得云里雾里的，可否为我讲清楚一点啊？走吧。我几日不在，那小婢女竟然让我姑姑成为天下笑柄。不行，折颜和爷爷能忍，我忍不了。忍不了又如何？你姑姑都不在乎。那姑姑能忍是因为她大气，我可忍不了。要不，星君你带我去天宫吧。啊？啊什么呀？我得去教训那只小巴蛇啊！那我这不是犯了挑唆之罪吗？绍兴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姑姑待你不薄，你竟抢了她的未婚夫婿，害她被天下人耻笑。小殿下，你还知道我是小殿下呀？千错万错，都是绍兴的错。还请小殿下不要生气，小心气坏了身子。哼，就知道装柔弱。放肆！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敢在天宫撒野！你敢拦我？你……哦，你就是那个负心汉，天宫的二殿下桑吉。啊，不对，你已经被贬了，不是什么二殿下，你是北海水君。你的阶品还没有我高，你凭什么要拦我？住口！北海水君，北海水君，请息怒，小殿下也息怒啊。此事既然天君都有了裁决，那二位就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看在司命星君的面子上，本君饶你一次。我堂堂一个青丘女帝姬，不要你看谁的面子，是你先负我青丘的，我骂你几句，你还受不住吗？你，凤九，帝君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难道看着你和北海水军顶撞吗？我是在替我姑姑抱不平。这位是青丘的小地姬，被胡地宠惯坏了，水军莫放在心上。哈，不敢，不敢。这位姑娘，你可是一直在青丘白浅身边伺候？是。那，你可听说过司音？坏了，帝君这是要追查墨渊上神的下落吗？那小八蛇他……蛇心不止。还算有那么点点良心。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不止。我是东华帝君。你若骗我，可是无人能救得了你。帝君，你吓唬人！少仙，当真没有听说过司仪。帝君，太晨宫。大胆，竟敢擅闯太晨宫！四海八荒，还有我白凤九进不去的地方。没想到，竟然还有凡人敢来这东荒俊极山，玉清昆仑山。7万年前，7万年前。我要你们全部陪葬！不可能，放在草屋里分明就是个凡人，而且与他的性别不同，可为何会有玉清昆仑山？赤炎金泥兽，你是何人？天族太子夜华。这山上怎么会有红色的闪电？我躲了你们天族7万年，你们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？因果自有报应。
这金尼兽的红莲业火果然厉害，竟无法恢复人身。先在此处休息几日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小黑蛇，跟我走吧。这是何处？是他。梦境中，他是个男儿身，为何如今是个女人模样？你醒啦？你知道吗？你是我认识的蛇里面长得最俊俏的。你看，你头上还长了角，这手感滑滑的，真好。本君看起来很像蛇吗？你知道吗？在山洞里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在冬眠呢。后来我想，现在不是9月份吗？还不到蛇冬眠的时候，就想你是不是受伤了，带你回来休养。金尼兽法力最高，却伤不了我的。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为什么这里除了飞禽走兽以外，都见不到与我一般的人呢？此兽是东荒郡极山，金尼兽霸占此山实在有余，自然没人敢上来狩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呢就只有这间草屋，我看你也是无家可归，不如你留下来，我来照料你可好？本君只要3日就能恢复人身，重返天宫，何须你来养？不对，我不应该同你商量的。我既把你捡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留下来陪我。不过若你想要走呢，我也不拦你，但你不能再有其他主人了，好吗？主人？好了，我呢也没有打到什么东西，只有这些果子，你就吃这个果子吧。夜华呢？回天君，太子殿下去凡间降服金尼兽了。那夜华不在，你们2个先说说，有什么好的计策，让各分支头领感觉到本君以和为贵的诚意？素锦，你先退下。天君，你莫非以为素锦心向着外人？素锦自幼就被天君带入天宫，素锦，你一个女人，待在此处也无用，退下吧。是。素锦有个法子，可以安抚分支头领。你有法子？什么法子？封我做侧妃。封你做侧妃？天君封我做侧妃，一来不会助长任何一支的势力，二来也能让天下都晓得，天君对各分支是看重的。本君已经老了，早对后宫的事没有兴趣，会耽搁你。素锦只想为天君做些事，和我父君一样，为天下做些有益的事。正因为你父君为天族做出了牺牲，本君就更不能这样做。南有骄人之祸，北荒又有此乱，天族正是用兵之际。天君不要再犹豫了，此事素锦心甘情愿，绝无怨言。我捡你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受伤了呢？那些鸟被我捡回来的时候，也是用的这种草药，不出10日便可以好了。你忍一忍吧，很快就好了啊。
你这是东荒特有的腐草，有去除腐烂之肉的功效，要配上再生功效的浆果汁才有用。如今你单独用这个，除了将我身上的伤口加深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好啦，我对你好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吧？蛇是喜欢吃生肉的，但我不喜欢吃。快点吃吧，会饿的。肉要煮熟了才能吃。你饿了我会心疼的。放肆！还不吃吗？你不吃，是不是想让我再亲你啊？不必，我吃就是了。此处的蛇真是聪明，还知道挑拣自己爱吃的东西。幸好那日把你带回来了，你比那些鸟啊还有猫都聪明多了。不如你跟我一起去集市上换些东西，可好？我在此处已经3日，该与你告辞了。虽然你将我身上的伤又加深了些，但心是好的。多谢3日款待，就此告辞。那我们说走就走吧。难道你看不出来就要下雨了吗？听说太子在此处降服了金泥兽，若是早得了消息就好了。在天宫这数万年，都未曾有机会与太子殿下说上半句话。你这是要不语？太子殿下，今日不必不语了。是。乌云这样就散了。你又睡了。不是吃就是睡，真的是条蛇。太子殿下，素琴，天君。孙儿已斩杀金泥兽，特回来复命。好，你竟能如此顺利复命，果然不负本君所望。不过孙儿还是大意受了伤，有愧于天君的信任。可严重？无妨，轻伤而已。只是伤口处理不当，还需重新包扎。红莲业火并非等闲妖法。不要掉以轻心。是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慢点，这个收起啊！我帮你，到这儿，来给我，来把这个，来拿一下。还有啊，小心点，来这个，好，这个推回去还能用。让这边还有点木头，来，先走，先走。大叔，请问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昨天呀，有一只通体通红的，如同雄狮一般的妖怪，对着此处喷火。哎，你看看，到处烧毁东西。哎，这老天爷呀，可能是保佑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。哎，突然呐，黑龙现身降雨，哎，将这火呀全熄灭了不说，还一个霹雷把那妖怪给劈死了。那妖怪可是如同雄狮一般模样？差不多都这么传。金泥兽。哎，大叔，您知道妖怪的尸体在何处吗？哎，你这姑娘好生奇怪，还要看什么妖怪的尸体？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当初，大哥就是和父君的坐骑金泥兽一同失踪的。若真是金泥兽，就一定会找到大哥的线索。
卖了些果子，换了些铜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茶听戏，走吧。哎，这符，看看这符啊！哎，这符若发生昨天的事啊，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，毫发无损。来来来，哎，都有啊！哎，都有。这符真的能驱妖吗？那当然，姑娘也想来一符。妖怪我不怕。一个姑娘家竟有如此胆量，居然不怕妖怪。还是被打翻在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这英雄一个鹞子飞身，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。他是挥了3拳2脚。姑娘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我不买符。贫道只想问问姑娘这扇子的来历。捡的。卖给贫道如何？不卖。这扇子是我捡的第一个物件，我要留着做个念想。哎，留它有用，何必要强行留它呢？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哎，姑娘，你看你，哎，你，姑娘，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？谁偷你的扇子了？还给我！就是你！哼，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，你上来凑热闹，趁我不备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。这扇子是我捡来的。哎，大家看一下啊！来，姑娘，既然你嘴硬，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做个见证，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？扇子本就是我的，何须旁人评判？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的，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？又是何人题的字？是，有道理。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。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。嘿，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，此扇乃仙家法器，玉清昆仑扇。玉清昆仑扇，